本场比赛的辩题呢很简单啊，被误解是不是表达者的宿命？题解是，表达者本身可能是寻求理解和共鸣的存在，但现实似乎差强人意。一次又一次被误解的出现，似乎预示着表达者注定是要被误解的。那么，被误解究竟是不是宿命的存在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双方辩手上台，有请。我们反方的老师们，有请。哎呀，天哪！这场，我觉得我们两边的辩手可能心情还正常啊，打一场比赛，你克制一点，你克制一点。我们坐在台上的这3个人还得转这个玩意儿，可能压力太大了。好，赵丽啊，赵丽，我知道大家都认识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听他们亲口介绍一下，对不对？让我们请双方辩手做自我介绍，有请正方。正方一辩黄思涵。正方2辩陈明。正方3辩园丁。正方4辩周旋义，代表等我兄弟回来队，希望大家都能和我们成为兄弟，谢谢大家。好的，让我们有请反方做自我介绍，有请。太激动了！大家好，代表一家4口问候大家。然后我是一家4口的富妈一辩，谢谢。哎，大家好，我是一家4口的活爹。大家好，我是一家4口马上就要撂蹶子不干的顶梁柱。大家好，我是一家4口里的小公主。代表我们全家向大家问好。好。哎呀，这场比赛真的是火药味已经开始出现了。那我们话不多说哈，直接进入比赛的环节。赛制的部分，因为大家都熟了啊，就不再做介绍了。第一个环节起的环节是交替陈词环节，让我们把时间6分钟的时间交给正方。谢谢主席，各位好。2018年11月份，从一个辩手云集的节目当中走红了一句话：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但是就在1个月之后，这句话的原作者又告诉大家，被误解不一定是表达者的宿命。在这样的反复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表达者微妙的心情，而它也引发了我们这些每一个正在表达的人热情的思考。那表达者就是正在有意识地传递信息的人，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曾经是这样的角色。而理解指的是表达者表达的意义和接收者理解的意义是契合的，所以被误解就是不契合的出现，而这些都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交流现象得到验证。那什么是宿命呢？不管是《论语》也好，《易经》也好，还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俄狄浦斯王杀父娶母的故事，宿命都有一个明确的划归，它是一种本质上的必然，也就是人力不可干预的结果。那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来看一下我方是怎么论证这件事情的。在表达的这条路上，我们有2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我们在追求意义的传达，那我们的目标是精确它。不管是我们的基因当中就携带了一种能力，叫做我们可以建立主观语言和客观形象之间的联系。大家小时候都学过说话嘛，妈妈不断地指着自己说妈妈，你就会知道这个人物的语音是妈妈。当你想要呼唤这个人物的时候，你也会说妈妈。这就是我们最初级的表达和理解的开始。
而随着之后不断的精进，我们发现，不管是文字的产生，还是亚里士多德把逻辑学、修辞学带到了大家的生活当中，我们的语言都在渐渐变得明晰起来。而我方今天重点要向大家介绍的，就是莱布尼茨推出的这样一个数理逻辑。在数理逻辑的逻辑之下，它是把数学语言和我们日常的逻辑挂连起来。这个时候，所有的推论就变成了一种计算。那什么意思呢？通俗一点来说，大家都做过几何证明题。今天即使是一个完全不懂中文的俄罗斯数学老师，他也能看得懂你的几何证明。为什么？因为 A 等于 C，C 等于 B， 所以呢 B 等于 C 嘛。在这样一个空间当中是不存在什么误解的可能性的。而把这样的逻辑套用到我们日常生活的其他事物当中，我们就可以联想一下，为什么全球的麦当劳薯条都是一个味道呢？因为所有的公司在自己的生产流程当中也会用这样的逻辑进行操作的规范，所以每一份薯条在没有误解的情况下就原汁原味了嘛。而第二个方向我们也知道，大家的表达不可能都是菜谱吧，所以我们也会有除了理性精确之外的感性共鸣的需求。而在这个道路之上，我们就发现我们要根除的是解这个逻辑，在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表达当中，也就不存在了错误理解。还是拿自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表白的时候，我可以说我喜欢你，我也可以说今天月色真美。这个时候我在追求一种模糊的美，那可能一个茫然的男孩就会说啊，今天是15啊，所以很美。一个冷漠的男孩可能就会说哦。那一个热情的男孩可能就会说可以，我可以，我愿意。所以我不会责怪任何一个男孩误解了我的意思，因为我本来就创造了一个意涵丰富的语境，而他选择的是我诸多可能性中的一种。我也是通过这种专门的设计，达至了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境地。所以我们发现生活语言当中有这种模糊的美，而艺术语言当中有一种开放的美。今天看着这幅画，有人说这是黄昏吗？有人说这是大海吗？有人说这是你的爱情吗？每一个观众都在这种自由的想象之中随意的理解它，而艺术家则和观众在这种二次碰撞之中，把误解这种东西变成了一种过去的荒谬，它不存在的。因为我知道我们在共同创造一次表达，所以当然不存在你误解我或我误解你，我们只是共同的来理解它。所以我们发现表达它是一个从精进走向抵达的过程，又从抵达走向了超越。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理解过那种被别人理解的喜悦，那我们何苦认为被误解是一种宿命呢？一个曾经被阳光照耀过的洞穴，就不要认为黑暗是自己的宿命了。谢谢。好的，正方使用了标准的3分钟。好，正方使用了转场啊，我们时间交给反方。大家好，太好笑了。怎么了？对方说生活中不存在误解，因为我们喊妈妈，妈妈都能听懂。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每天对着妈妈只喊妈妈吗？我们会对妈妈说：“妈妈，我不想穿秋裤。”她说：“你必须得穿，因为很冷。”所以每年冬天，你都会跟你妈妈发生穿秋裤的大战，因为她误解了你的意思，她觉得你在吹牛，她觉得你不穿秋裤就是冷的。还有男朋友，我也交过男朋友，虽然11年没有男朋友了，但是我以前交过，对吧？哎，比如我们逛街的时候，我们拿了很多袋子，我发微信给我男朋友，我说你好，他说你也好，你是想我了吗？我说我手上拿了10几个袋子。他说我懂了，你是没有手给我发微信的意思是吗？不对，我说我是想你来接我的意思。他说提要求的女朋友不可爱哦。你看，短短几句话就有了2个误解：第一，把我的要求当成了一个陈述句；第二，把我的正当要求当成了非分要求，是不是？我知道宿命是什么呀？我跟你说，宿命是什么意思？我不懂什么哲学的解释，但是宿命就是悲剧。我觉得，你看，第一，他不理解我，就是我的悲剧，这被误解就是一种宿命；第二个，这种悲剧发生了，我还不舍得跟他分手，更悲剧了，所以他还是一个宿命，是不是？所以什么是宿命？我方认为，努力了做不到就是宿命。对于表达者来说，无论你怎么努力，总有人不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不是经常觉得别人脑子不好？但是后来想一想，觉得自己的可能别人觉得自己的脑子也不好，这个就是发生了分歧，消除不了误解，就是宿命啊！自从看完了哪吒，我们经常会问：你命由你还是由天？但是在表达的领域，你命不由你，也不由天，是你跟谁说话来决定的。你跟谁说话，决定了你会不会被误解啊！你当然可以通过努力来提高表达能力，但你战胜不了对方的脑回路，因为每个人他的 CPU 的转速、他的人生阅历、他的知识储备都是不一样的。
你知道怎么战胜宿命被误解的宿命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要想尽办法把所有人使出吃奶的劲，把所有人调到跟你的同频。你以为这是调收音机吗？那么简单啊！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大脑，这多么的难！你告诉我怎么才能做到，对吧？就像我之前说到这个冬天穿秋裤的问题，你那么努力的跟你妈表达你不冷，她相信过吗？她始终觉得你在吹牛。所以每年冬天你们都要吵架，那你到底冷不冷呢？只有你自己知道。所以怎么理解你的意思取决于受众，他不按你想的去理解就是误解。而我方认为，在人的一生中，从来没有一个人消除过必然的误解。刚才你方也说嘛，宿命就是必然，对吧？我也跟你说了，宿命就是悲剧，这就是宿命。谢谢大家。好的，剩下的这个环节交给正方。好，几个问题啊，我没想到，真没想到有一个场合可以跟富妈聊逻辑的问题，我非常的激动。苏妈刚才给出了一个很清晰的定义哈，宿命就是悲剧。反过来说还有可能成立。假设您站起来说悲剧是一种宿命，我们还姑且能探讨一下。宿命是悲剧，对宿命的理解发生了明显的偏移吧？充其量悲剧只是宿命当中一种可能的可能性，把其中后面的一个选项指代全集，明显的偏差。所以接下来我希望听到在后面的环节当中，对方的2、3、4辩提出一个明确的、更合理的，而且跟富妈截然对立的宿命的概念，我非常期待听到。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他刚才讲了非常多生活当中被误解的个例。有妈妈跟孩子的秋裤之争，有妻子跟丈夫的语境之争。我暂且不说这个孩子是不是真的知道妈妈的意思，妈妈也真的知道孩子的意思。我客观来讲，在所有秋裤之争的时候，妈妈清楚的知道孩子不想穿，孩子也清楚的知道妈妈的是什么意思。这里面其实没有误解，这里面其实是缺乏彼此的将心比心。我知道你的意思，我只是不想按你的来，你也知道我的意思，我也不想按你的来。所有的家庭语境之争，本质上是话语权之争，是谁是家里老大之争。你跟你妈妈的秋裤之争和妻子跟丈夫的之争都是一模一样的，这里面并不是误解，而是位置。话语权背后是权力关系，而不是理解状态的偏移，这是非常明晰的落点。所以到了最后，希望对方在悲剧本身对宿命本身的概念进行更准确的诠释之外，也跟我们讲一讲看为什么那些个例的不完全归纳会得出一个悲剧是宿命，而且被误解是宿命的结论。就算您刚才所举的所有的生活个例，就算它是真的误解，也不能得出结论误解是宿命，因为宿命是本质的必然，而只要有一个理解存在，它就不再是本质的必然了。对方的家庭里连一个理解都没有吗？好，3个问题，期望对方回答。正方时间已经用完，剩下时间给到反方。好，哎，果不其然，对方会说，人和人之间始终还是有一些理解的。比方说，当你妈要你穿秋裤的时候，至少你是知道你妈就是要让你穿秋裤，而你不想穿的时候，你妈也确切的get到了，对吧？你就是不想穿，没错。可是他get到你不想穿的原因了吗？你又get到他想让你穿的原因了吗？都没有get到，所以你说的和我方说的其实并不矛盾，就是人和人之间误解是宿命，但是理解也是宿命，这2件事情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好，这是其一。然后其二呢，我们都多次说到了我的老板马东，对吧？他就是这句话的始作俑者。他说的是，他说什么来着？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然后几个月之后他又改口了。你知道他为什么改口吗？你知道他为什么？就是因为误会的人太多了，他受不了，对吧？那还有李诞，李诞说了那句脍炙人口的话叫"人间不值得"，他多次澄清他这句话的完整版叫做"开心点，朋友们，人间不值得"。可是我们所有人都只听到了后半句，根本不在意他前半句叫"开心点"。他多次强调我的重点是开心一点，而不是人间不值得。依然没有人在意，依然没有人听，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每一个聆听者才决定了这句话要不要被理解和被误解，而每一个聆听者只想听到自己想听的东西，只想理解自己想理解的东西，因为我们总是在为自己的生活找合理性，总是在为自己的生活找可能性。
这是为什么被误解是宿命，而这个宿命并没有那么可悲，是因为每一个聆听者都被赋予了很大的可能和空间来对你的话产生误解，而误解本身并不是一件那么糟糕的事情。各位，你知道什么人不会产生误解吗？什么样的交流方式不会产生误解吗？没错，计算机语言、数学语言。可是那是一个表达者要使用的沟通系统吗？我觉得不是。一个表达者应该勇敢地踏入那些可能会发生误解的领域，去在那里创造可能性，这才是一个表达者。然后一个表达者如果只在于说我和你之间的表达，或者我的表达和你的理解之间不要出现任何的误差，那他就不配被称为一个表达者。单细胞生物通过细胞分裂来繁衍自己，它的基因的传承是不会出现任何差池的，是从一而终的。可是，只有像我们哺乳动物，在一代的传承，一代传承自己基因的时候，是可能会不断的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异的，而这正是我们进化的源泉。所以，不要担心误解。误解产生的地方就是创意产生的地方，误解发生的领域就是多元会发生的领域，所以不要这样，不要担心，也不要担心我们的宿命。有什么要？好，反方还有剩余时间，需要换人发言吗？不要浪费时间。然后是这样子的，刚才我就是想反驳陈明，他说只要有一个理解出现就不是宿命。我就想问你，谁的一生中说什么都不被理解？他是人吗？他说的是人话吗？那这个题目还有什么探讨的必要呢？对不对？怎么说人生中出现了一次理解，它就叫不是宿命吗？我们说的是，无论你怎么努力，你哪怕跟一个人努力让他理解了你，你还是很难确保在你的一生中不碰到别人他误解你。所以这才是说我们说被误解是什么宿命，然后还有时间。然后刚才你说权力结构的问题，对吧？他说他妈妈让他穿裤子是因为想要控制他，但是这正是我方说的，我们认为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就是希望能够更豁达地对待别人的表达态度。我更相信我妈妈是误解了我，觉得我冷，所以担心我，而不是为了控制我。好，这一轮环节告段落。我觉得我就不难为两位评委了，咱们就先不投，好吧？后面必须得投的环节可不少呢，咱们就先放过自己，好吧？直接进入第二个环节。我觉得也非常正常，这一轮确实也投不出来。好，下一轮呢是呈的环节，呈就是一个交互质询环节，正方质询反方3分钟，反方质询正方3分钟。好，每一轮质询结束之后呢，我们3个人就被迫不得已、万般无奈的得投一个票，获胜方将获得1分钟的小节时间的奖励。那第一轮质询由正方质询反方，请双方辩手起立。顶梁柱你好，学长好。OK， 第一个问题，请问脏是人类的宿命吗？脏是人类的宿命吗？我不知道，但是被误解是。不是，按照您方的定义，人有没有可能一辈子完全不脏过？没有吧？可是您告诉我，按你方逻辑，脏是不是人类的宿命？我方说的是，如果人的一辈子都消除不了脏，那脏是宿命。但是能不能消除脏，这个您方去论证。我方论证的是，人的一生都消除不了误解。我方只是在告诉你，你告诉我说，人的一生中如果被误解了，就叫做误解是宿命，这个逻辑是不对的。这个逻辑是对的，来，我来给你解释为什么。我还没提问，不好意思，我还没有提问。好，您不是提问的环节吗？为什么不提问？第二个问题，OK， 你看，充分说明了对于一个不友好的对话者，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消解误解，因为那个叫杠精，那个不叫表达。所以被误解是人类的宿命啊！我们再问对方同学一个问题 ，OK。洞穴中有了一道光，所以黑暗不是洞穴的宿命，对不对？世界上有光，但是我们无法消除黑夜，所以光和黑夜都是宿命，不矛盾。错了，我再问你，脏和干净，照你这样说，都是人类的宿命，对不对？你告诉我说，这个世上有没有人说脏和干净都是人类宿命的？这是互斥的辩题，互斥的辩题不可能同时为真。哎，谁说这是互斥的辩题的？今天题目只有一个主语，叫被误解。我们今天论证的只是被误解，您方能消除，还是我方不能消除？跟另外一个东西，如果两者同时存在，它们从逻辑上不矛盾。还有，
对方二辩刚才说数字逻辑确实是不会产生误解的。对方二辩刚才又说，如果一个人他不主动的创造误解，他就根本不配叫做表达者。请问数学家叫不叫表达者？程序员叫不叫表达者？逻辑学家叫不叫做表达者？我方说，数理的表达是人类把表达挥刀自宫了，这是为什么？数理表达的精髓 AI， 它连猫和狗的脸都分不清楚。请你正常的回答我。数学家是太监吗？数学家并不用数学表达生活中所有的表达，他在工作中，他跟他的妻子不可能用公式表达。对不起，他在数学的世界中消除了误解。按照你方的定义，是不是你至少证明在数理逻辑中误解是不存在的？在这一点上就不是宿命，对不对？死是人类的宿命，我今天没死，代表死不是我的宿命吗？我在这儿被理解了，代表我消灭了被误解吗？在数学世界中，我们通过逻辑消除掉了所有误解的可能，这是你方二辩承认的。而你方又告诉我说拿生死做比较，我可以告诉你说，一个人生跟死不可能同时成为宿命，对吧？所以你方再告诉我说，误解和被误解可以同时成为宿命吗？你跟大家解释一下吧，谢谢各位。生是我的宿命，死也是我的宿命，我可以生可以死，两者不矛盾，同时可以成为宿命。谢谢大家。双方时间到。这是好精彩一轮。这艰难的时刻来了，两位，我数3声哈，闭着眼睛就投吧，3、2、1，投。好，一个非常微弱的差距啊，这一轮正方暂时领先。好，下一轮的质询环节由反方质询正方，有请双方辩手。累。好，学长，我问您，假如有一种表达可以没有误解，代不代表所有的表达都消除了误解？简单的逻辑问题。表达者在这种表达当中，误解就不是宿命了。哎，非常好。所以只是这种表达，我这个月没死，这年没死，但是死仍然可能是我的宿命。这个从逻辑上，您方不能从一种表达代表所有的表达都不会被误解，这是对吧？不对，因为是个悖论，生也是宿命，死也是宿命，误解也是，不误解也是，光明也是，黑暗也是的结果。请告诉我，什么不是宿命呢？一切的互斥概念在地球上，只要做概念上的存在，它就是宿命，那太可怕了。不是概念上的存在。来，我给大家解释一下，然后最后问对方一个问题。请讲。首先，你们看哈，从现实上，我们比如说在现在的舞台上，我们两方都是非常好的表达者，特别是正方。刚才我们首尔姐明明定义说了2句话，对方只听了前半句，这个误解是不能避免的。下面的观众也是一样，你理解了我的意思，你有可能误解我的动机，所以从事实上，我们看到误解是在发生的。您方能不能从道理上告诉我，未来这些误解都能够被消除？您方如果能从机理上论证误解都能被消除，您方获胜。您方能论证吗？可以。现在需要吗？可以。好，只要人类的表达进入到纯数理表达的阶段，在机理和概念上注意，非常好，它就可以被消除。非常好。Over。您方不是把所有的表达中的被误解解决了，您方只是说那些会被误解的表达，我以后不要了。我们以后只去表达那些数学能表达的东西。您方是放弃了其他的表达，您方是认命了，是不是？请注意，您问我的是机理上我可不可以证明，这是问题。结果我机理上一证明，你又告诉我在事实上它与矛盾互斥。您到底是要听机理还是要听事实？您方机理上只论证了一部分。您方现在 AI 是用最好的数学去表达的，它连那个海绵宝宝和黄色都分不清楚。初级人工智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您方能够论证我们用数学能表达所有的表达吗？您方从机理上成功了吗？您方还是一叶障目呢？给对方推荐一本书，维特根斯坦前半生写的《逻辑哲学论》，看看他是怎么在机理上把所有的日常语言转换成逻辑语言，以做到零误差的精准表达。好，等一会儿，别急。我们您方自己说的，除了机器逻辑之外，我们还有感情，我们还有一个人的动机。是，没错。我请问，我今天说了一句话，网上有一半的人骂我，觉得我对这个我们的周旋义老师是恶意，有一半的人认为我对周旋义老师是善意。请问是哪一半人误解了我？
如果你要问机理，我告诉你数理逻辑可以；如果你要问我告诉我事实，我告诉你劝服、提升他的表达技能，都可以让他降低误解、减少误解、消除误解。那您方教好好说话的这个周老师，算是我们表达界殿堂级的人物了吧？这里坐着很多殿堂级人物。请问他哪一条微博下面不是有捧他的，有骂他的？他哪一句话消除了误解？所以您还是在用事实做不完全归纳，对吗？双方是要看本质还是要看事实？时间到，所以从事实上是我方赢，道理上您方慢慢论证去。道理上我方赢，对不对？时间到，两位，谢谢两位。两位评委是已经想跑了是吗？这个要注定被误解的环节，我们就必须得投个票了吧？来，我再倒数3声哈，3、2、1，投票。好的，那么到目前为止，双方又打了一个平局啊。根据规则，双方各自获得3分钟的小结时间啊。接下来小结的时间交给正方。好，谢谢。事实和概念，对方来回绕，核心的原因是因为对方在宿命这个问题上一直没有一个精准的概念。对方一开始告诉我们宿命就是悲剧，3遍告诉我们后面还有半句，我硬是没听到后面半句，不好意思，可能是我没有听清楚。那待会儿也希望在待会儿的过程当中，您再精准的给大家呈现一下，希望不要是一个刻意营造的误解，是一个真实我们沟通当中信息的减损。我们现在把这个问题我们把这个人认真的说清楚一点，人类在表达这件事情上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我们一开始用语言来表达情感、传递意象的过程当中，最开始的时候是比较无序和混乱的。第一个核心人物和核心时间点出现了，他叫亚里士多德，他写了2本书，一本叫《修辞学》，一本叫《逻辑学》。逻辑学的这个部分，终于让人类的语言从无序变成有序，解除了混乱。但还面临第2个问题，不够精确。我表达的意思跟他接收到的意思总有某种信息的减损，这种减损我们不断地精进自己的表达，用修辞学来强化自己语言的完整到达，但好像总做不到100%的全面抵达，人类很痛苦。2500年，人类在这个过程当中走了2500年，直到几个赫赫闪耀的名字出现，最初叫罗素，紧接着是维特根斯坦。还有莱布尼茨，这几个名字大家一定要记住。维特根斯坦年纪轻轻的时候写了一本书叫《逻辑哲学论》，他说人一说话信息就有减损，我说的跟你理解的总是不一样，我还说它干嘛？不，他说我要挑战一下。他完成了整个数学符号和逻辑符号在生活语言和日常语言当中的翻译工作。他用厚厚的接近10年的时间把这一部鸿篇巨制完成，宣告人类正式在表达领域做到了零信息减损。他自信地向宣告，从此以后被误解不再是表达者的宿命。这句话是在这个地方出现的。然后莱布尼茨出现了，莱布尼茨说：“哦，原来信息没有减损，那我们能不能更高效？”他不仅把它逻辑化和公式化，而且全部变成了0和1。计算机语言出现了，计算机语言没有误解，因为只有 run 或者不 run， 要么你输入正确它就运行，不正确它就停止。它没有那个中间选项，它做到了精准的语义表达，而这一点在刚才2遍当中已经得到了共识，这是我们非常开心。这就是我们在机理上、在辩题上，这个辩题在道理上得证的原因。被误解已不再是人类的宿命，因为人类找到了攻克它、征服它、挑战它、挑落它的技巧，但是人类也没有停下。人类在这个语言世界中走了走，又说精准是精准了，但是也有些无趣。于是我们踏上了2条路，一条在意义表达上，我们可以做到精准，我们拥有了这个武器；还有一条路叫意境表达，我们创造误解，我们创造可能性，有了诗歌，有了文学，有了艺术，有了绘画，所有的这些美的部分也在人类生活当中油然而生。我们享受精准，我们同样能够享受误解，但是有个前提。被误解不再是人类的宿命，因为这条路表达的路，我们把权力握在了自己的手中。这就是发展到今天为止，人类在表达上3个最重要的时间节点。当然，最后对方说生活中误解不是无处不在，因为杠精总是无处不在。注意，宿命这个词是本质的必然，而不是生活细节的不完全归纳。因为你永远可以解除被误解的例子，但那都不是宿命的证明。谢谢。我感觉我已经完全要被正方说服了。不过好在，我相信下一个环节我可能就会摆回来了。让我们把时间交给反方。好，谢谢。对方辩友其实完美的展示了就是传播学的进程。我完全同意，就是说
聆听也好，表达也好，其实就是一个解码和编码的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人类其实一直在精进我们表达所用的技术，包括像维特根斯坦，对不起，这名字都说瓢嘴哈。然后包括很多的哲学家都发明了非常好的工具来企图解决我们在表达当中一定会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发明的那套系统叫做符码系统，或者叫符号系统，也就是说借由这种非常一致的符号，我们终于可以没有那么多歧义。从此 A 就是 A 不会再产生其他歧义 ，B 就是 B 也不会产生那么多的不同的含义。他认为这样就可以解决我们表达当中会出现的问题。可是在座各位，我们有多少人真的能够知道维特根斯坦同学他到底在说什么？我大学也学过，我现在全忘了，而且我大学学的时候差点就没有及格。你知道这问题在哪里吗？问题是在于是他发明了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本身就会被误解啊！为什么会被误解？为什么会被误解？我始终是抱着一个乐观的态度，认为误解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是因为每个人都自己有一套自己的符号系统。我们每个人的受教育水平，我们每个人的知识结构，我们的生活经验、个人偏好、社会关系，乃至我此时当下的心情，看谁更顺眼，都决定了我们有一套独一无二的符号系统。我们在听同一个名字的时候，在听同一套理论的时候，哪怕在听同一个事实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感受。这就是为什么人和人之间充满着误解啊！所以我知道很多科学家很努力，然后在消灭人类的这些误解，他们有他们自己领域应该去追寻的目标。可是我始终是认为，在人类生活的普遍领域，我们没有必要把误解当成一件那么大不了的事情。好，你又说到数学家是不是发明了一套完美的语言系统来解决这个问题？是没错，可是数学家的语言又有几个人听得懂？还是前面那一套系统又有几个人听得懂呢？他发明的这套系统到最后的最后，只要他出圈，一定会被人误解。维特根斯坦同学只要他不安于当一个哲学家，他想当一个科普的哲学家，他就一定会被误解。这是我方为什么说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是因为表达者首先有一个使命，就是在不断的出圈，传播自己的理念。他一旦出圈，就会遇到误解；一旦出圈，就会遇到误解。所以你想象当中，一个表达者的归宿，难道是活在众人的掌声和肯定当中寿终正寝吗？不，我不这么认为。一个真正伟大的表达者，他的归宿其实一定是活在质疑和不理解当中，在那里面郁郁寡欢。这是一个表达者的使命，这也是我方对宿命的理解，是表达者的使命决定了表达者的宿命。因为每一个真正的表达者都想要去挑战那些一定会误解自己的人。谢谢。好的，那这个环节结束，我们就进入了一个更为紧张刺激的环节，转的环节。这个环节呢，我们稳住，我们必须要投票啊！我们必须要投票，以保证这个环节的顺畅进行啊！我在这里有一个提议啊，两位评委，这个我们可以转换一下这个比赛，我动用一点点这个主席的权利，转换一点小小的这个规则，就是咱们不一定非要谁打得不好把谁 KO 掉，对不对？因为我们要让每一个人都有表达的机会，好吧？我们可以聊一会儿之后，我这么说吧，就是我们的投票不决定我们认为谁打得好，谁打得不好啊。我们纯属我们觉得还应该有更多的人来说说话，好吧？来降低一下我们的责任。你看周帅是在误解你，可以吧？这个我们就给一个自己的免责条款啊，这就是保证这个比赛顺畅进行的前提啊，不然感觉我们都下不了台了。好，所以这个环节呢，这个双方对辩的环节啊，各计时5分钟啊。当一方被这个请下这个换人上来重新发言之后呢，这个由我们评委转这个转盘来做这个决定啊。当一方全部被 KO 掉之后呢，时间计入另一方啊。但我估计这场比赛应该不太可能了。好，那就让我们进入这个紧张激烈的5分钟对辩的环节，有请正反双方的辩手。我先发问哈，刚才对方二辩有讲维特根斯坦写的东西很多人都不太懂，不懂说明他不对。是这样的，首先呢，这套符号语言，第一，我们表达不只是语言字面本身的意思，我这个符号语言可以替代文字本身的意思，文字本身没有误解，但是我的动机，
我们两个的恩怨情仇，然后我们的文化背景、我们的微表情、我们的语气等等这些东西仍然会有误解，这是第一。第二，这个符号语言您是没有把它应用在实际的生活中的，所以您没有办法论证这套东西在应用中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您方也没有办法论证符号系统能够解决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误解，对不对呢？第二个问题，应用计算机，身边 AI 已经全面普及，每个人手机里都有应用，不要再说没有应用了。第一，你说我们的误解在情感世界中有，我后面说得很清楚，两条路。意义的表达追求消除误解，意境的表达可以创造美妙的艺术误解，并不冲突。但是当我们在第一条路上消除误解的时候，不好意思，误解已不再是人类的宿命，因为非人类不能及也，而人类已经及之，这就是人类的骄傲。您方只在说我们努力消除误解，您方并没有说我们已经把误解消除了。我跟我妈说我不冷的时候，她可能觉得是我自大，也可能觉得是我叛逆。周帅说一句话，有的人觉得他是在对年轻人谆教诲，有些人觉得周帅是在炫耀自己他有知识，这都有可能。这种东西没有被消失，您方没有论证成功。您方刚才说机器语言，我那个 Apple Watch 经常在开会，我老板说完话之后，他说一句 I don't understand what you are talking about。请问这个机器语言解决了误解吗？机器语言不是 Siri 语言 ，Siri 语言说的是人类的生活用语，中文普通话。我们说的是数理逻辑，表达上面之所以有减损，是因为它还是初级人工智能阶段。但您方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从定义层面和推理层面告诉我们意义减损在哪里。所以其实我知道，其实您也认可，至少在意义层面已经得证了。您方所有的担心都是在日常的生活语境。我请问您一个问题：我这一辈子有被爱过一次，孤独还是我的宿命吗？我先回答您哈，刚才那个问题，机器语言，我恰巧现在正在帮一个 IT 部门做一个升级转型的这种计划。机器语言的问题是这样，我们永远都说机器语言是沟通的一部分，表达的一部分。我现在 IT 发明了一个软件，这个软件究竟是不是业务部门需要的？究竟是不是顾客需要的？这是为什么你的 business partner 永远在跟 IT 的人打架，爱恨情仇，永远解决不了这样的误解。所以机器语言只是一部分，机器语言的存在不能论证所有的误解都被解决了。我们不用论证所有的误解都被解决。哎，我们不是要消除误解，不是人类的宿命，不用论证所有，只用论证它不是必然，因为宿命是本质的必然。现在请您回答我刚才第二个问题。不对，请回答第二个问题：我一辈子被爱过一次，孤独还是不是我的宿命？是这样的，孤独不是我的宿命，那是因为我有可能找到一个人。庞英老师，打断一下，我们反方可能大家想听听另一位辩手的发言。我很荣幸。下一位。好，对不起，好累。啊，我理解 ，Me too。现在是到陈明儿到我。您可以发言。好的，很简单。机器语言是机器和机器之间沟通用的，你试试跟机器用机器语言沟通。机器的所有指令是人类输入的，不好意思。对啊，但那跟机器语言没有什么关系啊。人类跟机器，人类用数理逻辑的方式输，我就这么问吧：线段 AB 等于线段 CD， 您告诉我这个误解在哪里？没听懂啊，这不就误解了吗？你看，这是不懂的过程当中导致的，你没有接受这一整套符号系统，那您承不承认在这个符号系统的内部被误解已经被消除了？你这一段话我其实都没有听得太懂，这说明你尝试用跟人交流的时候，你尝试用机器语言，那人就会更加的不懂啊，对不对？您在生活语境当中又呈现了一个被误解的个例。我再说一遍，杠精在人生当中永远都有可能会遇到，这没办法，我们在互联网上也经常遇到。对，你都承认了，永远会遇到，永远会遇到，不就是宿命吗？不，错了，注意，宿命是本质之必然，而不是事实。我举一个例子。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得出一个结论，白就是天鹅的宿命，因为很有可能有一只黑天鹅在下一刻就出生了。我们需要论证白与天鹅之间有本质的必然，非人力不可及也的必然，这才叫宿命。很好。你把这个必然强调100遍，依然没有论证你方的观点。我方已经从机理上告诉你了，人和人之间由于背景不同、知识结构的不同、生活经验的不同，我听每一句话的时候都会产生跟你想象不一样的答案，那就是我们误解产生的原因。即便机器到机器之间的传输信息不会有任何的减损，但是你到我之间，即便是通过了机器，依然也会有信息的减损啊。
对方说我没有论证，我再重复一遍，罗素的提出维特根斯坦的论证，莱布尼茨的运用，不仅仅论证了，而且在我们生活当中无孔不入、无微不至，每日与我们相处。对方为什么还是在用生活细节举例？你每日跟维特根斯坦相处。对方没有，您就算论证了人生当中的所有的语言都有误解，也只证明了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还是没有提出它本质的必然，依然推不出宿命。啊，谢谢。秋晨老师，我知道那好，秋晨老师，咱们换一个人，还得再换一位。啊好。好，陈明学长，我们今天聊的主题是表达者。是我们不是在说中文这种语言被误解是它的宿命，我们是说一个表达者被误解是他的宿命。所以你向我证明的全部只是维特根斯坦所发明的一套语言不会被误解。可是你证明了维特根斯坦作为一个表达者不会被误解吗？您的小小偷换在于一个，请注意，辩题里说的是表达者，不是一个表达者，不是 the， 而是这一群人。表达者作为一个人类的身份，在表达过程当中的人的身份，当维特根斯坦的逻辑数理逻辑的语言系统出现的时候，宿命就被打破了。这是我方论证的基本逻辑，很清楚了。你没有论证，你论证的是维特根斯坦自己宣称他战胜了语言当中的误解，他发明了一套不会被误解的语言，可是他自己并没有因此成为一个不会被误解的表达者，否则的话，维特根斯坦不会被评选为20世纪最难被理解的哲学家。好，那我20世纪最难理解的哲学家真的不是维特根斯坦，是周帅。好的，陈明老师，我们可以请周帅来表达一下了。周帅，没有，正方都可以，任意一位辩手。你好，今天我认为对方同学有3个地方层次上有严重的问题。第一个叫概念错误，什么呢？他把所有的自作多情，把所有的杠精都叫做我们今天的所谓的表达者，然后在这个表达者的过程中产生的误解，这是第一层的问题。第二层的问题是逻辑上的问题。我方已经说了，用一个特例就可以破掉必然，破掉宿命。对方同学说维特根斯坦不对。可是，即使你每天都遇到了不同的误解，可是总有被理解的时候。只要有一个特例，我方就能成立，在逻辑上是成立的。第3点就是对方同学在实际操作上误解了我方。我方已经说了，只要在宿命上有的改，有的逃，我们就可以突破这个宿命。而我方也已经证明了，我们有办法去解决这一点。所以从以上3点来看，宿命误解根本就不是表达者的宿命。好，园丁学长，您是不是要告诉我，您方的论证责任是老师问1+1等于几，然后我回答2，然后你说好，哇，人类被误解的宿命被消除了。从数学的角度来说，整套数学体系就是为了突破这种宿命。数学为什么产生？逻辑学为什么产生？就是我们在不断的突破这种宿命呢。对方同学，你不能告诉我说，因为一个小孩笨，他不懂1+1等于2，他得出3的结论，所以被误解就是人类的宿命了。那是因为你笨。因为每一个小孩都有资格成为表达者。您向我论证的是数学这种语言不会被误解，你没有向我论证数学老师不会被误解，每一个学数学的学生不会被误解。我们的主题是表达者，而不是表达者所选用的某一种语言，在用来表达某一个专业领域的某一种传递符号的时候，它不会被误解。你向我论证一下，表达者本身不会被误解。我方已经说了，表达者是一个集合。好，我们又一次产生了胜负，请正方再换一位辩手。好，是我先问吗？如果有人穿过撒哈拉沙漠，那撒哈拉沙漠必然会把人给弄死，这件事就不是宿命了吧？对。对啊，我们不就得证了吗？你没有在被误解这件事情上论证它是一个被穿过了的撒哈拉沙漠，你知道吗？你穿过的是撒哈拉沙漠的一个角落，然后你说只要一个人走过了撒哈拉沙漠的一个角落，这个整个事情的被死亡就被论证了。对方从一辩开始就用各种各样的秋裤之类的例子来向我们证明这个世界就是一片误解的沙漠。我现在给你画出了道儿，
我说你只要这么走，只要你带着水，你就能过去。你在沙漠当中圈出了一块绿洲，不代表人类战胜了这片沙漠。你看，你故意在误解我，你故意在误解我，你是故意的。以你的智商，你不会这样的。我再说一遍，我不是画出了一块绿洲，我是画出了一条道儿。这条道儿，亚里士多德走过，莱布尼茨走过，罗素走过，很多人都走过，聪明的小孩都走过，你博士你也走过，他走得过。他们没有在沙漠中画出一条道，他们画出了一幅地图。他们告诉我们，如果真的有人能够依照这幅地图去穿过沙漠，沙漠就能被穿过。可是现实中，他们自己也不曾穿越过这片沙漠。又在故意的。说真的，各位，你们注意一下，到底是刻意的。当你遇到误解的时候，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是刻意的，还是真实的？我说真的是刻意的。正方时间到，反方还有37秒，可以用完。好，对方的整套论述是这个样子的：我只要战胜了这片沙漠当中的一个角落，我就可以号称，只要有一个人宣称他自己战胜了沙漠当中的一个角落，他就可以宣称所有的人都战胜了这片沙漠。换言之，死亡是人类的宿命。所以对方说，只要有一个人宣称我的灵魂是永垂不朽的，我在死亡这个整体概念上，我有灵魂这个元素是可以战胜死亡的。而有一个人宣称他的灵魂本身战胜了死亡，对方就说，因此死亡并不是人类的宿命了。这种论证方式不能接受。谢谢。好的，让我们直接进入到本场比赛的最后一个环节，和的环节，双方各计时5分钟的总结陈词。啊，这个非常紧张。这个环节之后，咱们是一定要投票了，好吧？一定要投票了，非常的好。那我们接下来把这个总结陈词的时间交给双方的辩手。首先由反方先发言。好，谢谢大家。对方有两条路来论证他方今天的立场。第一种是有一个人叫维特根斯坦，他宣称他发明了一种语言，这种语言战胜了世界上所有的误解。我已经论证过了，你宣称的只是这幅地图，只是这种语言本身，只是这种语言在维特根斯坦的理解里战胜了误解。而且大家要知道，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德国人，德国的德语在哲学当中被认为是最精确的语言，是因为这种语言本身的精确性赋予维特根斯坦有能力把这种语言翻译成符号和逻辑总结出来的符号语言。中文世界这件事情就已经是不可能的，这不代表中国人不配成为表达者。您方论证的是，在沙漠当中画出了一片绿洲，有一种语言战胜了被误解，可是从来没有去认真审视表达者这个概念。您方是在消解表达者的意义。第一，表达者必须只使用某一种特定的语言，他才能够战胜误解。第二，表达者在表达的时候不是只使用语言。我们每天在这里表达的时候，我跟大家表达的时候，我表达的不只是我通过我跟大家沟通的方法，不只是我在说的语言，中文这种语言，也包括我的动作、神情、语气、慷慨激昂的这种感觉。所有的这一切都是表达的元素。你可以告诉我，如果我学会了维特根斯坦的那种语言，而所有的大家也都接受并学会了，并能够精确地理解这种语言，这种语言之间的交通不会有误解。可是我此时此刻跟大家表达的状态依然是会被误解的。您方认为只要有那种精确语言的存在，表达者就不会被误解，这是在消解表达的意义本身。第二点，您方说语言还有一种情况是创造一种意境，这种意境本身没有所谓的正解，因此就无所谓误解，这是一种刻意。你凭什么知道一个艺术家在他创作的时候，他是不在乎他所创作的东西的意义的？海子为什么要因为没有人能够理解他去选择自杀？
为什么北岛说我和这个世界无法交流？我不懂他的语言，他不懂我的沉默。他们在创作的时候，真的没有带着表达者的使命感，带着表达者想要传达、想要沟通的愿望吗？是宁芳刻意的说，所有的艺术表达都是语境，都是无所谓意义。那此时此刻，当我们去为这些表达者创造的语境、无所谓意义的语境解读出一个意义的时候，这种误解就出现了。比如说，当汪曾祺他去写一篇散文，他可能没有想要表达某一个特殊的意义。当这篇文章出现在高考的阅读理解题里，有正确答案的时候，这种误解也就出现了。所以，无论表达者在创作的时候为它赋予了特定的含义，还是没有赋予特定的含义，它在这个世界流传的过程当中，依然会遭遇误解。宁芳无非是指责我方把这个被误解论证的太容易了。我方的意思是，理解和误解都是宿命嘛。那可以，我换一种方法来告诉您，我方真实的立场是，这个世界上真正的理解是不存在的。这个问题，其实我跟陈明学长在聊芯片植入大脑的时候已经聊过了。每个人的神经元不同，所以在一个人编码和解码的过程当中，他一定会出现理解上的偏差。更进一步的说，宁芳说误解和曲解是有区别的，这点我方承认。曲解的意思是刻意的去误解，可是事实上，真正阻碍人和人沟通的是无动机的偏见。这是我们大脑思维当中的另一套系统，在《快思慢想》这本书里面，它被叫做第一系统和第二系统。我们的理性控制的是自己的第二系统，我可以用理性强迫我自己努力的去理解宁芳的意思。可是我们的大脑当中有第一系统，它已经为人做出了种种的预判，这些预判是在无意识的过程当中发生的，这些偏见和刻板印象永远存在，而我们作为表达者是无法控制和消除第一系统当中的这些偏见的。我们所能做的是让自己觉察到这种偏见的存在，而在表达的时候明白我们所说的话可能被他人误解。这句话说到底就是马东老师随口说来安慰我们的，但是这句话的讨论是有它的意义的。我觉得有2层意义。第一，这句话是说给所有的聆听者听的。我们要知道，每一个人活在哲学语言里叫做视域，我们每一个人活在自己的 horizon 地平线上。我们每一个人理解世界的方法，听到语言之后接收进自己大脑的方法，本身就是被我们的天赋、被我们的经历、被我们的文化背景所左右的。我们要知道，每一个人和每一个人的视域不同。当我们去聆听的时候，不要用只言片语，不要用对方的一句话就轻易的为这个人做下了判断，然后去 judge 他的一切行为。同时，作为一个表达者，精进表达也许是我们的义务，可是表达不是只有传递信息，不是只有要让所有人理解这一个目的。表达本身可以是一种意义，这种意义可以在于美感，可以在幽默，可以在艺术的创造，它不必要服务于让所有人懂你。谢谢。好。本场比赛的最后一个发言环节，时间交给正方。当哥伦布已经到达了彼岸，海洋的隔绝就不再是人类的宿命。女士们、先生们，有请哥伦布。哥伦布当年其实是被王室推向海洋，他并不是主动要去探寻蔚蓝的那边到底有什么，但是他总是觉得人生有一些需要挣脱的地方。如果说海今天只能是墙，爱琴海文明、欧洲文明就只能在欧洲的大陆上生根发芽，永远走不到彼岸。可是总有人说啊，对岸是有黄金般的地方，对岸有很多奇妙的东方国家，我要去看一看，我能不能到呢？我不知道。然后他就向西航行。他穿越了大洋，一片又一片，来到了美洲，以为那是亚洲，给那里的人起名叫印第安人，用的是印度人的谐音，很美好。有的时候甚至有点荒唐。我客观来讲，维特根斯坦刚开始写那本书的时候，他也不理解，甚至他晚年还写了一本书来批驳他年轻时候的书。没错，他觉得逻辑哲学论把哲学语言全部翻译完了之后，让世界真的丧失了好多的美感，像您刚才所说。
您刚才说了很多，尤其是到最后的呼吁，包括您最后提到的人的大脑的2套系统，一系统和第二系统。当然，第一系统本质上是无意识系统，所以它本质上是来源于本能，来源于蜥蜴和爬虫脑。但如果那个是您方今天的立论，我觉得就更有意思了。可是它在结辩当中才出现。您刚才把这个辩题除了宿命之外，前面所有的字都做了深刻的剖析。您知道吗？刚才对方的结辩，换一句话，完完全全适用，叫做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常态。我们理解到这里就好了。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常态，依然是今天的现实图景。家庭语言沟通中，一条秋裤永远说不清楚；夫妻之间争执一个袋子，他永远拎不过来。今天一出门，一到了互联网上发一条微博，底下永远有杠精，永远在有人杠，永远在有人怼。您想在今天这个语义的世界彻底、全面、100%让所有的误解彻底的消除，人类会变成三体型人。大家看过《三体》哈？没有误解，透明一般的存在，好像不是很美好，也不一定啊。你看，理论上至少证明了三体型人也在机理上是存在的。可是那不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方向。我们今天这个辩题不是要把误解全然的抹除，才能证明误解不是人类的宿命。我刚才问了最核心的3个问题，我们依次发问，对方一次都没有回答。记得那个洞穴里的光明吗？一个洞穴是黑暗的，但只要有光打了进去，黑暗就不再是它的宿命。大洋是隔绝的，沙漠是危险的，但只要有人穿了过去，主角就不再是我们的宿命。一个人一生都可能是孤独的，但你只要感受过一次被爱，你会忘不掉。孤独不再是你的宿命。我没想到最后我还在大洋和宇宙的中心呼唤了一次爱的部分。时隔多年，真是一个轮回。可是宿命被消解了，常态却依然是生活，这就是我们的现实途径。青云刚才掷地有声地告诉我们，在沟通的时候要更多的为他人着想，考虑表达者的精准诉求，要理解被误解者的无奈，要知道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常怀宽容慈悲之心，可以活得像青云一样潇洒，可以活得像没错，都不必承认它是宿命，就已能做到您所倡导的一切价值。因为事实就是如此，被误解就是常态。那最后一个问题提出了，青云说，即便是人类，即便是逻辑学家，那单一到每一个个体呢？我再延展一个新点，对个体这件事情来讲，宿命不仅是本质的必然，对单一个体来讲，它还隐含了一个最终的归宿。我们为什么说死是人类的宿命？大家频频点头，因为它是句点。可是我们说脏是人类的宿命，他就说因为我可以洗澡。归宿不仅仅有本质的必然，而且到单一个体的身上意味着最终的落脚点。孤寂、冷寂是宇宙的宿命，意味着它将终结在那里。而对方认为误解是单一表达者的宿命，就意味着他最终将落于误解。你知道一个表达者在他开始说话之前就认为终点必然是误解会带来什么吗？他还想精研自己的表达吗？他还想像你我一样让自己的每一次语言更加精准地抵达到受众心里吗？我还想去驱散一点又一点的误解，最后走到维特根斯坦那条穿越沙漠之路吗？不想了，因为终归要去向那里，我路途又何必挣扎？宿命归宿的落点为什么又被您方忽略了呢？所以就群体而言，宿命是本质的必然，逻辑上只要有一条通路抵达，宿命就已然破除。而就个体而言，不仅是本质的必然，还带有命定的归宿意味。而这一点恰恰是我们表达者要打破的。所以我们拿起前者工具库里的武器挥刀，跟后者最后的那个据点说不。群体我们可以做到，个体我们可以努力。我们在每一次表达当中尽量的消减那么一点点误解，即便它是常态，我也不希望它是稳态，因为我要破坏它。谢谢。